是哪儿？我应该在勘探现场。山体滑坡，不是做梦，我穿越了。这身体原来的主人也叫神风。不管了，先搞清楚状况再说。奉凉州知府李大人令，为恢复边镇人口、充实户籍，特行配婚之法。凡黑石城流放男子未娶妻者，可从发配女子中择一为妻，每多娶一人，每年加人丁税粮3担。穿蓝衣服那个，屁股大能生养，归我了。右边那个壮的你拿着，剩下几个瘦的不止30两。胡哥说了算。石灰岩，风化严重，但品味不错。那些黑的是煤桥石，上游应该有露天煤矿。守城士兵12个，装备落后。这里是流放地，官府只管收税，不管死活。有机会，但不是靠种地，是靠地下资源。就这5个，要挑的赶紧过来，先挑先得，挑剩的带回去关牢里。这个归我了，我要这个。这个有肉一点，我要它。还有没有人要？没有拉回牢里。这2个加起来不到150斤肉，取一个白交30两，取2个白交60，谁要？反正我不要。虎口有茧，不是脓茧，是长期握银针磨出来的。指甲在牢里还保持整齐，受过良好教育，3针并1针，专业知户才会的手法。这些女人不是普通农妇，她们是一技之长的技术人才。这2个我都要。你说什么？2个就是60两，你交得起60两吗？配婚令上写的是配婚次年起征，法令原文：配婚之民次年入册，始征人丁税，今年不用交。法令上确实是这么写的，但你明年也得交60两，一粒不能少。那就明年再说，现在我先把人领走。姓沈的，娶2个老婆，看你拿什么养？到时候饿死了，你那2个女的还得归老子。他说的对，你养不活我们，为什么不只挑一个？你叫什么名字？苏锦月。你呢？叶小荷。你虎口有茧，不是农活磨的，是长期握银针磨出来的。你父亲是大夫。你怎么知道？3针并1针，平之错位法，普通农妇不会这种手法。你是纺织户出身，你们不是负担。衣冠之女能治病，织户之女能织布。给我3个月，我会让你们看到知识和手艺能换来什么。这能住人吗？屋顶都没有，比牢房强。土坯用的是河滩泥，粘性不够，难怪裂成这样。叶小荷，去找干草，越多越好。苏锦月，在门口挖一个坑，不用太深，2掌深就够了。挖坑干什么？过滤水，这地方的水肯定不能直接喝。为什么要修房子？反正可能也活不了多久。因为我是工匠，工匠活着不只为了活着本身。明天天一亮要去城外看资源，今晚先把屋顶盖好，去找干草。水变清了，沙子和碳就能把水变清。这叫过滤，碳能吸附杂质和异味，沙石能过滤大颗粒。不过这个水还不能直接喝，明天烧开了再喝。现在至少不用喝泥汤了。你说话的样子不像黑石城里的流放犯。这个明天去城外多捡些回来，能派上大用场。煤，河滩上这一层全是煤角石，上游有露天煤矿。这个铁矿石，品位至少4成，还有石灰石，城墙那些风化的就是。煤是什么？比木炭更耐烧的燃料。有了煤，我就能烧窑；有了窑，就能烧出石灰；有了石灰，就能做水泥，比石头还硬的水泥。水泥是什么？明天你们就知道了。现在多捡些灰白色的石头，越多越好，那是石灰石。这是石灰窑，
用石头和黄泥砌，石灰石从顶部加进去，煤从底部烧，烧1天1夜，石灰石就变成生灰。生灰石加粘土一起炼烧，碾成粉就是水泥。生石灰我在凉州窑厂见过，有钱人家刷墙用的。但你说的水泥是什么玩意儿？水泥加沙子加水，干了以后比石头还硬。马师傅，我需要你带人砌这个窑。周师傅，我需要你帮我打一把大锤和一些铁屑，采石用的。我去生火，白忙活3天比闲着等死强。铁疙瘩都动手了，我也干，反正闲着也是等死。姓沈的，听说你要开窑，你当你是大财主？伯父，你有什么事？没事就不能来看看？你今天早上出城捡了一堆破烂石头回来，你是饿疯了还是被打傻了？没什么事儿，就请你让开，你踩到我的线了。你小子嘴硬，行，我看你能硬多久。你不怕他？怕什么？他只会用拳头，而我有图纸。今天是石灰窑正式点火，石灰石加煤，烧1天1夜。明天这个时候出窑，如果成功了，黑石城就会有水泥，一种比石头还硬的东西。水泥能干啥？能修城墙，能建房子，能铺路面，能让你家屋顶不再漏雨。现在加料。哼，烧石头，烧出一堆碎渣子来，看你怎么收场。这石头怎么跟活了一样？石灰遇水会发热，这股热量能消毒杀虫。接下来我要用它做水泥，明天早上这块饼就会变成石头。泥浆变石头，沈小子，你要是能把这泥浆变石头，我给你磕3个头。磕头不用，要是成功了，你帮我盖一座更大的窑，砖窑。真的变成石头了，比石头还硬，而且没用火烧就泥浆晒干，这是什么手法？不是手法，是水泥。马师傅，你现在信了吗？信，沈小子，沈爷，你说吧，那砖窑怎么盖？我现在就带人去盖。砖窑和石棺窑类似，但要更大更精密。我要的砖不是土坯砖，是青砖，高温烧出的青砖，硬度比官窑的还高。水泥加青砖就是真正的永久建筑。别碰，干了之后会粘在手上洗不掉。明天早上来看。这比原来的城墙还硬。我在黑石城8年，头一回见墙洞能补得这么结实。叶姑娘，这有2斤糙米，能不能换点那个能补墙的灰粉？我家那破墙要塌了，就指望这宝贝活命了。老人家别急，按沈先生定的规矩，2斤粮换1豆粉。您在这儿按个印子。看到没有，这就叫信用。他们信这块水泥值2斤粮，就愿意把粮食交给我们。信任一旦建立，黑石城就会有商业。今天换来的粮食够吃半个月，但你的水泥粉全换出去了。明天你要拿什么继续换？明天石灰窑继续烧，水泥产量翻倍，而且砖窑3天后点火，砖比水泥值钱，1块青砖能换2斤粮。你真有把握烧出青砖？有，水泥只是第1步，砖是第2步，铁是第3步。3步走完，黑石城就不再是流放之地了。如果你真能做到，我帮你。你已经帮了。那些破布做的过滤器让工人们喝上了干净水，他们没拉肚子，所以有力气干活，这就是帮忙。砖窑比石灰窑温度高得多，要烧到1000度以上才能出青砖。窑壁要用最好的内火土，砖坯要用黄泥加细沙，摔打透了才能入模。1000度是什么？就是比石灰窑更旺的火候。等你看到砖烧成青灰色的时候，就是1000度。4个角一定要压实，砖坯进窑后最怕边角开裂。泥要摔透，膜要压实，脱模要轻。记住了，合格率能到90%。记住了。这砖坯比我当年在凉州窑厂建的还整齐，
不是手艺问题，是模具问题。木模尺寸统一，拖出来的砖坯就统一。尺寸统一了，砌墙时砖缝才能对齐，这叫标准化。今天点的是砖窑，水泥加青砖，就能建真正的房子，不是土坯房，是砖房。在黑石城住了5年、10年的人，你们见过砖房吗？今天之后，黑石城会有第一座砖房。点火！你不去睡？第一窑最关键，温度控制不好，砖不是烧酥就是烧不熟，我要亲眼看到出窑。你说过以后会有自来水，那是真的吗？真的，用铁管代替主管，用水泵代替自然落差，黑水和水过滤消毒后，通过管网送到全城，拧开水龙头就是干净水。如果真有那一天，黑石城就比京城还好了。会有的，砖窑是第一步，准备烽火。青砖，正经青砖，比凉州官窑的还硬。从今天起，黑石城有了自己的砖，1块砖换2斤粮。他娘的，姓沈的有了砖和水泥，全城人都得找他换。等到明年，黑石城就不是我说了算了。胡哥，那小子有个本子，方子都在上面。今晚就去，我亲自带队，抢了本子，他敢反抗就弄死他。动作轻点，拿到本子撤，别弄出动静。有人，好多脚步声。赵虎来抢方子了，苏景月叫醒小何，把剩下的石灰块全部砸成粉，快！石灰粉是干的，师傅挡不住。姓沈的，交出方子。你要配方，好，给你。我的眼睛！我操！救命啊！我也看不见了，这白粉有毒，烫死我了！配方在这儿，石灰加粘土，比例3比1。记不住，求你放我一马。下次来，我要你的命！滚！你说下次不是石灰粉，还有什么东西？现在还没有，但快了。我需要铁，需要钢，下一道保障必须是无可抵挡的。我等着看。沈小子一把石灰扬出去，9个人全趴下了。赵虎跪在地上叫爷爷。石灰窑继续烧，从今天起，水泥产量翻倍。另外，我要建一座炼铁炉。高路选址3个条件：靠近水源，靠近铁矿，地势高于洪水线，这里全满足。河对岸山梁上就是露天铁矿，河滩上的煤用独轮车推过来，水车架在河上，水流驱动水车，水车带动风箱，这样就不用人拉了。这炉子比砖窑还大，温度得多高？铁的熔点是1148度，达不到这个温度，铁矿石就只是烧红的石头。高炉要烧到1300度以上。1300度，比砖窑还高3成。对，所以高炉内衬要用最好的耐火土，出铁口要装水冷铁闸门，铁闸门里面留空腔灌水，铁水温度再高也烧不化。周师傅，这个铁闸门需要你亲自打。水冷铁闸，这法子你怎么想出来的？书上看的，先平地基。这齿轮咬合还不错，我在凉州窑厂干了30年，从没见过用水车鼓风的。水力鼓风在南方早就有了，水流日夜不停，人力会累，水力不会，这是高炉比普通铁匠炉最大的优势。这风比周铁拉风箱还猛。行了，水磨没问题了。石灰窑烧出水泥，砖窑烧出青砖，这座高炉要烧出铁。
火焰亮白带蓝心，1300度，铁矿石在这个温度下会融化，快了。铁水，真的是铁水！我打了20年铁，从没见过铁水像河水一样流，这辈子值了！亲眼看见铁水流出来。这就是铁，第1炉，以后会有第100炉、第1000炉。你要把这些技术都交给他们，一步一步来，先把基础工业建立起来，煤、石灰、水泥、砖、铁，等基础稳定了，再教更高级的东西。更高级的东西，就是你图纸上那个东西吗？铁已经有了，是时候制作出来了。这是火器，朝廷严禁民间私造火器，私造火器形同谋反，诛9族。所以知你知我知，苏锦月也知道，他不会说出去。这个转轮怎么转？转轮上有6个弹槽，扣1次扳机，转轮转1格，击锤落下，子弹射出，可连续击发6次。6连发！军器剑的火铳打1次要装1次火药，你这东西一个人抵得上6个火铳手。这活我接了，但我有个条件，第1颗子弹必须朝天放。我周铁打了20年铁，从没想过要造杀人的东西，要造得先让老天爷知道。好，第1发子弹祭天。7天了，我做了一辈子铁，没做过这么精密的东西。这玩意儿别说黑石城，整个凉州府都没有。大约2斤半。明天晚上试枪，出城去废弃矿洞。叫苏锦月吗？叫。他也知道了，而且他是大夫，万一试枪有问题，有他在。这是第1发。这声音比打雷还响，比军器卷火铳响10倍。第2发是精准度。沈先生，有了这宝贝，这天怕是真的要变了。这只能关键时候用，子弹是我用最原始方法配的，可靠性只有60%。外壳可以做铜钱还有，内心也可以铸，河畔上捡的矿石够用。但关键的引发部分需要2样基础资源，这2样东西现在造不出来，替代的粉料当推动材料勉强能用，但做不了那个引发环节。那怎么才能把可靠性提升到10成？除非造出雷锰，但雷锰需要化学实验室烧杯试管蒸馏器硝酸汞，这些东西在黑石城不可能凑齐，至少要等商路完全打通，能买到西域的化学原料，可能半年，也可能1年。那这段时间怎么办？靠工业，手枪只是保险，真正的防御体系是城墙、弩机、投石车、火药罐，这些不需要精密零件，不需要雷摆，只需要铁、木材和黑火药。接下来要做的是让黑石城变成一座堡垒。这些砖和铁是谁造的？我要见你们管事的。在下王有才，凉州行商，听闻黑石城出了好砖和好铁，特意绕道过来看看。敢问阁下可是沈峰沈老板？我是沈峰，王老板远道来辛苦。砖和铁随便看。沈老板痛快。那青砖怎么卖？1块砖换2斤杂粮，或1块砖换1斤粗盐。贵了。凉州城官窑砖1块才换1斤半杂粮。王老板，你刚才敲过我的砖，凉州官窑砖敲起来什么声音？闷的。你的砖敲起来脆的，
像敲石头。因为我的砖是高温烧出的青砖，硬度比官窑高1倍。砌墙用水泥，干了之后比砖还硬。凉州官窑砖砌的墙，铁锤能砸倒。我的砖加水泥砌的墙，你让守备府的府兵来推，都推不倒。水泥怎么卖？1斤水泥换1斤半杂粮，或1斤水泥换半斤粗盐。铁锭呢？生铁锭1斤换3斤杂粮，灌钢钢锭1斤换10斤粮。你有钢？灌钢，凉州军器间的百炼钢要反复折打几十次，10天才能出1块。我的灌钢3天出1炉。沈老板，你这黑石城藏龙药虎啊，水泥放在凉州城都是能让军器院和户部抢破头的硬货。王老板只要知道黑石城能长期供货，你要多少供多少。这是酒精，用粮食蒸腰做的，擦在伤口上能防止化脓。你常年走商路，难免磕碰受伤，这瓶送你，用得好，下次来再谈批量订货。这是酒？不对，比酒烈得多。我在西域商人那里见过一种火酒，能点火，但你这东西比火酒还纯。沈老板，你送我这瓶东西，比你卖我那些砖铁还让我长见识。10天之后我再来带更多货来。一路顺风。你送他那瓶酒精，不是白送的吧？那瓶酒精是试用品，他用得好，下次会主动要求订货。而且他会在凉州城帮我们做免费广告，行商的话，同行都信，比我们自己推销有效100倍，这叫市场培育。这他娘的，姓沈的有了砖和水泥，全城人都得找他换。他手里攒的粮食会越来越多，等到明年，黑石城就是他说了算。虎哥，王有才那批货的货款，听说有6000斤粮，上次石灰粉是咱们大爷了。这次多带人，带30个人，30个人踩都把他踩平了。明天中午，带30个人直接去批场，当着所有人的面让他交出王有才那批货的田款，不交砸了他的窑。但都给我记住了，这次蒙师部带木盾，防着他的石灰粉。姓沈的，出来！我有话跟你说。赵虎，眼睛好了，今天带这么多人来，是要干什么？好了，托你的福，姓沈的，今天我不是来打架的，我是来跟你谈判的。谈什么？王有才那批货的货款，我听说是6000斤粮。这黑石城按老规矩，买卖货物要交1成的地头费。你给我600斤粮，以后你的买卖我保你平安。不给，就别怪我不客气。赵虎，你带了30个人，我以为你是来拼命的，结果是来要保护费的。拼命也行，上次石灰粉的事儿别想再来一次。看到了吗？狮牛皮盾防你的石灰粉，你还有什么招？尽管使出来。又想玩石灰，没用。这是什么？一块铁疙瘩？不知道，像是铁匠打的什么工具。上次我告诉你，下次不是石灰粉，这就是下次。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它叫手枪。20步之内，我说打你左眼不会打到你右眼。你觉得你们30个人够我打几枪？赵虎，
你有力气带着30个人来打架，不如带着30个人来干活。我给你们每人1天3斤粮，比你收保护费赚得多，干不干？你还肯用我？你这力气不用浪费，从河滩搬到皮场，一担矿石100斤，1天100担。从明天开始，干不干？干！都听到了，从今天起，黑石城的规矩变了，想吃饭的用劳动换，想闹事的，刚才那个逃困就是下场。你们看到了，陶矿碎成什么样，人的脑袋就是什么样。听明白了没有？明白了。弩机垛口留6个，每个垛口可架2台弩机。瞭望哨设在崖壁那块突出的岩石上。投石车底座打好了，2台交叉覆盖，谷口前方300步没死角。拉力大约1时半，普通人用脚蹬能轻松拉开。上弦器做好了，摇这个手柄，棘轮咬合，慢慢把弦拉上来。6岁小孩都能摇动。好，弩机先做20台，弩箭先打1000支，箭头用周铁的钢箭头，不是铁箭头。钢箭头能射穿皮甲。你来，沈大哥，让我试试。真的拉得动，我以前拉过半时的弓都费劲儿。这就是弩比弓强的地方，省力，上手快。从今天起，赵石头，你负责训练弩手，每天练1个时辰，重点练上弦速度和瞄准。交给我，20台弩轮流练，弩机不能闲。装了10几个了。小罐16个，大罐4个。小罐装药2两，杀伤半径大约1丈；大罐装药半斤，外面裹了周铁打的碎陶片，杀伤半径大约3丈。你怎么知道效果范围？你本子不上写的，我照着抄的。苏锦月，配火药很危险，碾磨时稍有不慎，火星溅进去就会炸。你怕不怕？怕，但怕也要做。流放路上，我母亲发烧，没有药，我看着她在路边一点点咽气，押送的官兵就站在5步外啃干粮，看都不看一眼。那时候我明白了一件事，在蛮荒之地，救人的前提是活下来，活下来才谈得上救人。这些火药罐不是杀人的，是保命的。我有个想法，织布坊可以招些女工。黑石城好多女人没活干，整天蹲在墙根等死，我可以教她们用飞梭织机。这个想法很好，从明天起，你当织布坊的管事，招10个女工，年龄不限，愿学就行，每人1天2斤粮。从现在起，黑石城进入第2阶段，不是求生存，是谋发展。第一步，把产品线从砖铁扩展到玻璃。玻璃是什么？比镜子还亮的东西，等着看吧。大人，沈峰那边最近动静很大，他们在谷口修城墙，不是补旧墙，是拆了重建。新墙用青砖和水泥，厚3尺，高1丈5，墙外面还挖了一道壕沟，2丈深2丈宽，沟底全是削尖的木桩。城墙？他一个流放犯修城墙干什么？不光是城墙，崖壁上还架了2台投石车，听说石头能打到300步外。城墙上还有弩机，箭头全是钢的，能射穿皮甲。还有后山那间锁着的小屋，沈峰和苏锦月经常进去，出来的时候身上有火药味儿。投石车、弩机、火药，他这是要干什么？在黑石城搞武装割据？网友才前2日来过，沈峰卖出大量砖铁，换了6000多斤粮食。6000斤粮，这比黑石城1年的税粮还多。这个沈峰现在有砖有铁有粮有城墙有投石车，再过2个月，他是不是该有兵了？大人，还有一件事，坊间传言他手里有个掌心雷，一出手能碎石头。赵虎带了30个人去抢他的窑，被一响吓退了。没人知道那到底是什么东西，但所有人都怕。必须盯着，摸清楚那个掌心带到底是什么东西。如果真有这种东西，
那就不能让他一个人攥在手里。是。沈峰，你到底是何方神圣？再让你发展半年，我还能在守备府坐得住吗？配重箱装满碎石大约300斤。沈小子，这玩意儿能扔多重的石头？10斤10弹，射程大概300步。换成人头大的火药罐，重量差不多，射程也差不多。2台交叉覆盖，苦谨方300步范围内没有死角。玻璃的主要原料是石英石，但纯石英石熔点太高，加碱能降低熔点，降到1300度就能融化。沈老板，你这玻璃窑内衬的内火土配方能不能告诉我？我烧了20年瓷器，从没见过这种倒焰窑结构。瓷器？你会烧瓷器？你先帮我把玻璃烧出来，然后我们一起研究怎么用本地原料烧瓷器。马师傅，这位宋师傅从今天起负责玻璃窑的温度控制。石英石开始软化了，碱起作用了，熔点确实降低了，气泡在往外冒。成了，透明的，不是西域那种花花绿绿的琉璃，是像水一样透明的玻璃。取玻璃。冷却太快的玻璃会炸裂，必须让温度慢慢降下来，要等1夜。好，第一批镜子先做10块，5块给王有才换马和药材，5块留着给其他商人竞价。它是奢侈品，凉州城的贵妇、西域的商人都会想要。1块镜子换1匹战马，不降价。这镜子比铜镜清楚太多了，比铜镜清楚100倍，脸上一根胡须茬子都看得清清楚楚。银子不急，我要药材，还有一本西域药典。赵药商是药铺会首，手里应该有好东西。成交。沈老板，这本西域药方记载了100余种塞外罕见的药方与炮制之法，是我赵家的命根子。赵老板放心，这书在黑石城能救活的人命，比它本身的价值更高。这钢刀，凉州军器剑能打出来吗？备马，去劈场，我要亲自会会这个沈峰。孙大人，有事？知府李大人有令，黑石城所产砖铁、水泥皆为军需物资，即日起由守备府统购统销。统购的价格呢？军需征用，还讲什么价？孙大人，大烟律明确规定，军需征用只能用于战时。现在是战时吗？如果没有，你拿军需征用来押流放犯，这事儿传出去，凉州城正经商家会怎么想？不交，3天之后来的就不是10个人了。那就等3天后再说。孙大人，请回吧。孙德胜说的3天后，是真的？真的。孙德胜一个守备敢直接来收我的窑，肯定是凉州那边给了他支持。3天后来的应该是府兵，不是10个，是几百个。几百个府兵，我们才100多号人。所以我们不是用100个人打几百个人，是用城墙、壕沟、弩器、投石车和火药罐打几百个人。苏锦月，从今天起劈场停工，所有人上城墙。我们要在3天之内把黑石城的防御能力再提一级。府兵攻击路线大概率是正面冲锋，谷口两侧是崖壁，骑兵冲不上来，只能走中间。正面宽度大约60步，这个宽度最多容纳50人并排冲锋。弩机24台分成2组，第一组12关，瞄准正面冲锋的步兵；第二组12关，瞄准后面的弓箭手。投石车先打冲锋集群，再打弓箭手阵地。毛兵埋伏在城墙内侧，万一有人翻过城墙或者撞开城门，毛兵出击。师爷，府兵有云梯吗？可能有，如果有云梯，
弩机优先射云梯上的人，一个云梯最多3个人并排爬，24台弩机同时射，来一个死一个。但云梯不是最大的威胁，最大的威胁是攻城罪。如果他们用锤撞城门，城门撑不了多久。城门我已经加固了，外包铁皮，后面加了3道铁门刷。弩机阵地是重中之重，3道铁门山能挡攻城锥多久？如果是人力扛的攻城锥，大约1炷香；如果是带轮子的冲车，最多1盏茶。那就是说，如果敌人冲到城门下，我们只有1盏茶的时间。是。这1盏茶之内，投石车和弩机必须把城门前的敌人全部清掉。马师傅，城门前方30步是投石车的死角吗？不算死角，能打到，但准头差。投石车是抛物线，近距离落点不好控制。那就换火药罐。火药罐不靠石头的动能伤人，靠爆炸的碎片，近一点远一点都行。记着，城门前方30步范围内用大罐火药弹。够用，不用省。火药罐储备，小罐40个，大罐12个。从今天起，所有人睡在阵地上，弩机装弦不懈，火药罐从仓库搬到崖壁阵地。粮食和水集中到城墙下，等他们来，备战开始。石头，看杀戮！不必宰了！不必宰了！所有人听着，敌情确认，府兵从凉州方向来，数量大约350人。从现在开始，所有人进入战斗位置，没有我的命令，不准放弩，不准投石，不准点火药，让他们来。刘校尉，你看，那道墙就是沈峰建的，墙上有弩机，崖壁上有投石车，正面强攻怕是要折损人手。弩机？一群流放犯能用好弩机？投石车也就是木头架子。孙守兵，你被一个流放强吓破胆了吧？不是吓破胆，是谨慎。那个沈峰邪门的很，什么都会。他的弩机比军营的弓箭射程远，投石车能打300步。打住！李大人交代了，黑石城的事儿速战速决，沈峰要活的，其他人死活不论。但有一件东西不能碰坏，他的图纸和配方，听明白了吗？明白。府兵听令，推攻城郊，第2队弓箭手跟进掩护，第3队云梯队准备登城，但后退者斩。攻城锤是最大危险，投石车瞄准攻城锤，弩机等弓箭手进入射程，优先射弓箭手，让他们先把云梯架起来，架上之后再射爬张的人，这样云梯堵在壕沟上，后面的人过不来。明白。马师傅，投石车第1发试射，瞄准攻城军。试射，放！先左了，第2发，放！继续打，把攻城鬼钉死在300步线上。云梯队，不等了，直接打云梯过壕沟。弓箭手，所有箭都往城墙上射，压住他们。沈大哥，云梯过来了，弩机放！他们的弩机射程怎么这么远？军器间的火冲也就这射程。我跟你说过，他的弩机比军营的弓箭远。闭嘴！用盾牌护着推，冲到城门下就是赢。填壕沟，把云梯拆了，填壕沟。投石车换火药罐，
大棍，瞄准城门前方30步，放！天雷，是天雷，不是天雷！咱们不要跑，快跑！火药，他们怎么会有火药？军器间的火药弹都没这么大威力。我说过，沈风会配火药。孙守备，你这辈子说过一句实话吗？鸣金收兵，说！活着的人清点弩箭，修补城墙，检查弩弦。晚上加一顿肉汤。府兵留下来的死马，今天加餐。伤员情况怎么样？轻伤12个，重伤2个。这2个重伤的，一个肩胛穿透，一个腿部剑伤伤到了动脉。我止了血，但要看今晚会不会发烧。如果发烧，需要更多的退烧药。退烧药够不够？够。王有才带来的药材里有柴胡和石膏，已经让后勤队在熬退热汤了。这一仗打完了，但真正的战争不在城墙外，在凉州城里。李崇仁不会善罢甘休，下一次他会带更多的人来。我们必须变得更强，不是城墙更高，是让敌人根本不敢来。城墙高度达到2丈，府兵制式云梯最长1丈8，爬不上来。弩机30台，弩箭库存5000支，投石车3台，实弹库存200个，火药罐、小罐40个，大罐12个，手枪子弹已补充至18发。手臂该换药了。愈合的不错，你的缝合技术又进步了。酒精还够用吗？够。王有福下次来会带更多的药材。你说过要教我提炼精油，比酒精更强的杀虫剂。什么时候开始？等玻璃窑烧出更多的玻璃器皿，精油需要蒸馏设备和溶剂。现在条件还不够，先攒着香料。沈爷说了，第2座高炉15天内要出铁，咱们搬运队得加快。从今天起，每人每天多搬20筐，我带头。胡哥，你这肩膀上的伤还没好利索。皮外伤给缝了3针，早好了。别废话，干活。马师傅，这砖窑的火道走向，如果能改成斜向进风，温度会更均匀。我在景德镇见过一种熔窑，火焰从下往上斜着走，烧出来的瓷器受热均匀，废品率低。斜向进风，沈小子画的图纸是直向的，你要改得问沈小子。我去问。改。宋师傅，你是瓷器专家，窑炉结构你比我懂，砖窑的火道改成斜向进风，你画图，马师傅施工。以后窑炉技术方面的事儿，宋师傅说了算。沈老板，我一个流放犯，你让我管窑炉技术？在黑石城不看身份看本事，你有本事你就上，没本事再大的官也靠边站。梭子过经线的时候，手腕要放松，不能硬推，硬推梭子会卡线。你看，这样轻轻一送，它就自己滑过去了。真的，叶姐，你这手法真神了。不是我的手法，是沈大哥设计的飞箫。飞箫比手抛箫快3倍，但手法不对就容易卡线，多练就好了。今天这批布是要交给王掌柜的，江南织造府定的3000匹布，咱们得赶工期。产量怎么样？15台阶，一天能出30匹布，比上个月翻了1倍。但江南织造府3000匹订单，照这个速度，要100天才能交齐。不急，江南织造府的订单只是开始，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丝棉混纺，把江南的缫丝技术和黑石城的飞梭织机结合起来。宋存身说他在景德镇见过一种丝棉交织的料子，又软又挺。你愿不愿意跟他一起试？愿意。我爹以前就说过，丝棉混纺是最高级的料子，但我们家的织机织不了，飞绣织机说不定能行。那就试试。明天宋应生会把丝棉混纺的方案给你，你们俩配合，他管原料配比，你管织织工艺。
你在看什么？2个月前，这里是几十座破土坯房，一群等死的人。现在5根烟柱同时冒烟，砖房一排一排的起来，水车日夜不停。沈老板，这次我带了个远客，西域鸠兹的商人哈桑。他听说黑石城的玻璃镜能照出眉毛丝，从龟兹骑了1个月的马赶来。沈老板，你的玻璃镜我在凉州见过，1块镜子鸠兹王宫里都没有，我要10块，用战马换。哈桑老板远道而来，辛苦了。10块玻璃镜没问题，不过战马之外，秋瓷国有什么特产？长绒棉，比中原的棉花软，纤维长，还有香料、胡椒、丁香、肉桂。长绒棉，能不能带样品来看看？这就是秋瓷长绒棉。叶小荷，你看看这棉花能不能用飞梭织机织？这棉花纤维比江南的木棉长1倍，织出来的布会比绸子还软。沈大哥，我要10斤样品，先试织1匹看看效果。10斤样品送给你，如果能织出好布，鸠兹每年能供5000斤长绒棉。成交。玻璃镜10块换战马10匹，编长绒棉样品。另外，哈桑老板，你有没有西域的火器图纸或者火药配方？沈老板问这个干什么？我听说西域有一种回回炮，比中原的投石车打得远。如果能弄到图纸，我用灌钢刀100把换。回回炮的图纸我没有，但我认识一个吐火连的老铁匠，他会造一种可以连发的弩，依次装箭10支，连续发射。如果你能出灌钢刀200把，我去帮你把图纸和老铁匠一起带来。一言为定。这写的是什么数？怎的不像咱们的算字？一横一圈就能记账，我竟看不懂。你这法子也太快了，我算盘都跟不上。啊！叶管事，这区几个阿拉伯数字符号，当真能抵得过算盘上的千军万马？这是沈大哥教的数字，他们不仅写起来省事，计算起来也更有条理。你且看，这账目若按此法垂直排拨，进出盐亏一目了然，不需要拨弄珠算，只需心手合一即可。这是真正的西域红花，活血化瘀的效果比京城的丹参强3倍。赵药商，这红花有多少？带了10斤，全给你。另外，你上次说的西域要点，我又找到了下册。上册是药材篇，下册是方剂篇，2册一起换3块玻璃镜。这是别撒文和汉文对照的方剂大全，3块玻璃镜，成交。这是从一个破产的西域药商手里收的，那药商欠了一屁股债，把家底全卖了。这2本书他舍不得卖，但我出5两银子他就舍得了。这本药典记载了一个方子，用红花、没药、乳香配酒，外敷伤口能止痛生医，比单纯的酒精清搓更进一步。如果能配出来，重伤员的存活率能再提高1成。药材够不够？红花10斤，没药5斤，乳香3斤，够配一批出来。但酒不够，需要高度蒸馏酒，不能用普通黄酒。明天让马瘸子给你做一个更精密的蒸馏器，用玻璃做冷凝管，比陶管透明，能看到酒液流动。沈大哥，这长绒棉如果织出来，我估计1匹能换3匹普通棉布，但飞霄织机要调整，长绒棉的纤维太软，梭子摩擦力不一样。给我5天，我和宋师傅一起弄，他懂机械，我懂纺织。总结一下，今天交易额粮食5000斤，药材200袋斤，西域香料50斤，战马10头，长绒棉样品10斤，外加西域药典2册，支出玻璃镜20块，灌钢刀100把，青砖3000块，水泥5000斤，净赚。你每次算账都说净赚，但你不是商人，你是在用商业养工业。你说对了，商业只是手段，真正的目的是把黑石城建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今天哈桑答应帮我找连发弩的图纸和工匠，如果能造出连发弩，黑石城的防御能力就不是30台单发弩机能比的了。你一直在准备打仗？不是准备打仗，是准备不被欺负。上次围城，我们死了2个人，如果再来一次，我要让敌人连好口都过不了。这帮商人居然敢替一个流放罪求情！大人，那帮商人不光是求情，他们已经把黑石城玻璃镜和酒精合金卖到京城去了。据说京城的户部侍郎夫人都买了一块巴掌大的玻璃镜，花了20两银子。这事儿要是传到京城去，朝廷很有可能会派人来问黑石城在哪儿。
这个沈风，打又打不下。他现在不光是烧砖炼铁，还卖玻璃镜，1块镜子20两银子。他一年能卖多少？据凉州商会的记录，这个月黑石城出口的货物总值已经超过3000两银子了，比凉州城最大的商后1个月还多1倍。朝廷要是知道了黑石城会怎么样？不好说。西北边境缺钱，朝廷急需能生财的地方。如果沈风承诺按时交税，朝廷很有可能会给他一个合法身份。到那时候，大人再想动他就不容易了。那就在朝廷注意到他之前，先让他变成我们的人。他不是有技术吗？好，让他出技术，我出政策，让他用技术抵税，帮凉州府建一座官营的铁厂和砖厂。等他交出技术之后，他手里的筹码就没那么多了。大人要招安沈风，招安也好，合作也好，名头不重要，重要的是让他把技术转移到凉州府手里。等凉州府自己有了砖铁玻璃，黑石城就只是一堆空窑了。去吧，替我写封信，措辞要客气一点，看看他什么反应。是。沈老板，别来无恙。在下奉李大人之命，带来一份合作方略。钱师爷，李大人这封信写的客气，但客气归客气，4、6分成是不是太高了？沈老板，凉州府负责保护你们的安全，这个分成在凉州地面上已经是破例了。普通商人想跟官府合作，最多能拿2成。那是因为普通商人没有自己的城墙。钱师爷，上次刘校尉带了350人来，回去多少人？沈老板，打仗不是做生意的长久之计。今天你能挡住300人，明天呢？后天呢？凉州府的正规军可是有3000人。李大人不想再打，所以才让在下来谈合作，这是台阶。沈老板是聪明人，应该知道什么时候该下台阶。合作可以，但条件是：第一，利润55分；第二，技术留在黑石城，凉州府可以派人来学，但核心技术不转移；第三，黑石城保留自己的城墙和防御力量，凉州府兵不进黑石城。沈老板，你这3个条件，第一个能谈，第2个和第3个，李大人怕是不会答应。那就请钱师爷回去问问李大人，黑石城不是一根骨头，是一棵树，砍了树取柴只能烧1季，留着树年年都有果子吃，李大人会明白的。好，沈老板的话我一定如实转达，告辞。钱师爷来谈什么？合作。你答应了？没有。那他接下来会怎么做？他会派人来偷技术，等他把技术偷到手，再翻脸。那怎么办？让他偷，核心技术只传你们几个，其他人只学皮毛。偷迷毛回去，他也炼不出灌钢，烧不出玻璃。名字、原籍、什么手艺？李老铁，凉州人，打铁30年。王泥匠，凉州人，砌窑烧砖都会。张三，凉州人，学徒，什么都能干。打铁的去铁匠棚找周铁，砌窑的去砖窑找马瘸子，学徒去搬运队报道。每天3斤粮，多劳多得，偷懒扣粮，偷东西剁手。明白了，听明白了？明白了。李老铁，你这拉风箱的手艺不错，凉州哪个铁匠铺出来的？城东老字号张记铁铺，干了30年，铺子倒了，人也被流放了。张记铁铺，我在凉州时听说过，掌柜的姓张，不姓李。我是张掌柜雇的伙计，掌柜的姓张，我姓李。那你这30年手艺学的不赖，来帮我催这把刀，油温要刚好冒烟，不能太热。油温太高了，你在张记干了30年，连淬火都不会。我主要拉风箱。马师傅，这砖窑的火道走向怎么是斜的？凉州官窑的火道都是直的。斜的是宋师傅改的，火从下面斜着往上走，温度更均匀。宋师傅？哪个宋师傅？宋应星，江西景德镇来的瓷窑匠人。他改的火道，烧出来的砖废品率降了3成。烧出来的砖废品率降了3成？那水泥的配比
也是宋师傅弄的。水泥配比是沈小子定的，你问这个干什么？随口问问，想多学点手艺。那个李老铁有问题，拉风箱的手法太标准了，标准的像是专门练过的，不像铁匠铺伙计，更像是军器间的人。军器间的工匠拉风箱有统一的手法标准。王泥匠也有问题，正常的流放犯哪有心思关心技术细节？3个都是李重阳派来的，军器间的匠人假扮流放犯来偷技术，李重阳这一手比围城高明。怎么办？把他们抓起来？不急，让他们偷，但他们偷到的是我们想让他们偷的。水泥的基础比例是石灰3份，粘土1份，但要烧出高强度的，石灰要4份，粘土1份，再加半份碎煤份，记住了吗？记住了。偷回去的配方初期硬度极高，但3个月后就会崩解。李纯明用这个剑窑，官窑必塌，到时候就是翻脸的时候了。到了，这就是黑石城，那道墙就是沈老板的水泥墙，上次300府兵都打不进来。这道墙不是石头砌的，水泥干了之后比石头还硬，有意思，进去看看。卡戴尔老板，你看这个，琉璃有色，玻璃透明。这镜子跟真人一样，我要20块。可谈。换50匹良马，外加这个大马士革钢刀。这不是钢，是什么材料？乌兹钢。好刀，韧性极佳。若能研究出这法子，黑石城钢刀更上一层楼。能不能借我研究几？送给你。若你能打出同样的刀，归此以后只从你这里进口钢刀。成交。这纹路是颗粒状的，不是折打出的木纹。这是特殊的冶炼工艺，我们需要乌兹钢原坯做研究，以后用灌钢刀换钢锭，1把换1块。你的心思全在工业上，工业是根基，就有动定价权，我不怕任何封锁。奉凉州知府李大人令，黑石城物品即日起实行全面贸易封锁，凡私自倒卖者，皆以谋反罪论处，严惩不贷。各位，如果黑石城的窑一停，咱们在座的一半都要关门，信必须签。我订了1000匹布，钱都付了一半。我的酒精全靠他们，灌钢刀便宜3成，黑石城不能倒。咱们不是替沈峰求情，是替自家的买卖求情，要把信递到户部。大人，凉州商会23家商户联名写了一封信，直接递到京城户部去了。信上写了什么？信上说，黑石城所产砖铁、玻璃、酒精为凉州商税重要来源，请求户部下令解除封锁黑石城的商路，不得再派兵围剿。这帮商人吃了雄心豹子胆，居然越过本府直接给户部写信。大人，更麻烦的是，户部已经派了一个主事下来，据说这几天就到凉州，专门来查黑石城的商税。户部主事来查商税？是。而且还带着太后口谕。太后在宫里听说了黑石城的玻璃镜，说想看看是什么样的。太后都知道黑石城了，这个沈峰，他的货已经卖到宫里去了。大人，现在动沈峰已经不是时候了，户部的人马上就到，太后在宫里盯着，这时候动黑石城，等于跟朝廷过不去。先不动他，但那3个匠人
让他们抓紧，在户部主事走之前，把黑石城的核心技术偷到手。沈老板，沈老板，好消息！凉州商会联名信递到户部了，户部派了一个主事来凉州，专门查黑石城的商税。而且太后在宫里听说了玻璃镜，想看。太后想看玻璃镜，千真万确。我在户部有个熟人，他亲口说的。太后问宫里的太监，那个能照出眉毛丝的镜子是什么地方产的？太监查了半天，查到了凉州。太后就说拿来给哀家看看。王掌柜，你帮我办一件事，挑一块最好的玻璃镜，用最好的绸布包好，配上紫檀木盒，托户部的人带进京，不要钱，送给太后。太后用了黑石城的镜子，以后谁敢动黑石城？李晨明敢跟商人斗，敢跟户部斗，他敢跟太后斗吗？妙，这手比刀还狠，我马上去办。你把镜子送给太后，这步棋走得很远。那3个探子呢？他们还在偷。我故意让他们看到水泥强化配方，石灰4份，粘土1份，碎煤粉半份。这个配方烧出来的水泥初期硬度极高，但3个月后会崩解。李崇文拿到配方后一定会建官窑，3个月后他的官窑会塌。那他会不会再来打我们？不会，3个月后太后手里已经有黑石城的镜子了，他不敢打。虎哥，这碗敬你。围城那天，你在城墙上连砍了5个府兵，要不是你带队守着城门洞，城门早就被撞开了。不是我，是老周和小李，他们俩死了，我们活着。这就敬老周和小李。虎哥，你以前的事，兄弟们一直想问。你好歹是凉州守军校尉出身，怎么会被流放到黑石城来？今天喝了酒，就跟你们说实话。5年前，我还是凉州守军校尉，管着军器监的军械库。有一天核对账册，发现库里的铁料少了3000斤，军饷少了5000两。我查了3个月，查到了李成明身上。李成明，凉州知府。对，他和军监的管事勾结，把铁料和军饷转到西域私商手里，赚的银子对半分。我查到证据后，把账册抄了一份藏在只有我知道的地方，然后去找李成明对质。3天后，我被抓了，罪名是贪污军饷。军饷银子从我床底下搜出来的，当然是李成文派人放的。我百口莫辩，按大烟律，贪污军饷是死罪，但李成文没有杀我，他把我流放到黑石城，说让我在这蛮荒之地慢慢等死。他不杀我是因为他还不知道账册在哪儿，他想让我活着，好找到那本账册。那账册还在吗？一直在我身上，5年来，这本账册从没离开过我，上面有李晨明5年来每一笔贪墨的记录。沈烨，这本账册是李崇明的罪证，5年来他贪墨的铁料、军饷、粮草全在上面。今天交给沈烨。孙德胜也在上面，是李晨明的走狗。黑石城的赈灾粮每年有1半被孙德胜转到李晨明手里，流放犯饿死，他们分钱。你为什么不早拿出来？以前拿出来没用，黑石城是流放犯的等死场，没人管。现在不一样，现在黑石城有城墙，有弩机，有商路，太后都知道黑石城了。这时候拿出来，李崇文才会倒。赵虎，这本账册递到京城，李成明是死罪，但你是当事人，你也要被查。查就查，我赵虎以前是混蛋，收保护费，欺负人，但混蛋也有混蛋的底线，我没贪过1两银子。沈爷，我不求别的，只求李崇文伏法那天让我亲眼看着。好，这本账册抄3份，王有花送1份到户部，西域商人送1份到御史台，凉州商会宋长本留1份做北附。3条商路同时出发，王掌柜走官道，哈桑走西域商路，宋掌柜走水路。3份账册，只要有1份到达京城。什么时候出发？现在。
5年了，终于等到这一天了。赵虎，这本账子一旦到了京城，你的身份就公开了，守军校官被冤流放，你会被朝廷召回去作证。我不回去，黑石城是我的家，以后黑石城的安保队我干到死。3支商队同时出发，姓沈的是在送什么东西？钱师爷，那3个匠人传回来什么消息？李老铁传回来水泥配方，王泥匠传回来砖窑火道结构，张三传回来投石车图纸，但是核心技术灌钢法、玻璃退火工艺、火药配比，这3样3个人都没接触到。为什么？沈峰的核心技术只传5个人：周铁、马瘸子、苏锦月、叶小海、宋应星。那3个匠人被安排在搬运和砌窑的位置上，根本接触不到核心技术。不能再等了，户部主事后天就到，太后的镜子已经送出，钱师爷发最后通牒，3天内交出沈峰和赵虎，否则大军压境。这次不是350人，是800人。大人，户部主事马上就到。我搅的是谋反。黑石城私造军械，聚众练兵，每一项都是大罪。等主事来了，看到的是被剿平的谋反窝点，他能说什么？最后晕牒，李长春限我们3天内交出我和赵虎，否则800府兵围城。800人，沈爷，让我出城，这本是我的事儿。我带着账册去凉州自首，换李冲蒙退兵。你不是去送死，你是要活着看到李冲蒙倒台。这一仗是黑石城所有人的仗。800人听起来多，但我们的城墙比上次高了2尺，弩机多了6台，投石车多了1台。上次能挡住350，这次就能挡住800。城门后面加了3道铁门栓，撞开它至少要多花1倍时间。3台投石车交叉覆盖，没死角。火药罐储备翻了1倍，伤药全部备足，医疗棚扩到3间，火力强了将近1倍。他们还是那些兵，这一仗让他们来。烽火已经备好，发现敌情立刻举火。从现在开始，所有人进入战斗位置，让他们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防御体系。这就是我说的主动威胁。弩机只能守城，但这东西能让我们的意志延伸到任何地方。乌兹钢的韧性是关键，它能承受火药连续激发的高热而不爆裂。这便是那传说中的武器，构造如此精巧，简直像神迹。沈爷说了，这叫标准化生产。一旦这把枪造出来，黑石城的商路就再也没人敢拦。沈爷，这东西每一个零件都分毫不差，我打了30年铁，从没见过能把铁器做得如此严丝合缝，这简直是神迹！这种武器的威力，恐怕连千军万马都无法阻挡。这叫工业的力量，在标准化面前，个人的武勇将变得毫无意义。3天后有硬仗，伤员会比上次多。3个棚子，12张手术台，药品够100人份。妇女队训练过急救包扎，重伤员送到我这里，轻伤员他们能处理。如果重伤员太多，你能不能撑住？我在流放路上学会了一件事：不能撑就死。你造手枪建城墙配火药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撑不撑得住？没有。那我也没有。该做的事做好，结果不是我们能控制的。这把手枪，万一城门破了，你拿着。给我干什么？你呢？我有了另外一把，如果城门破了，有人冲进医疗棚，你用这把枪。好。800人，还有工程塔！
快消毒！最大威胁不是攻城锤，塔上的弓箭手能压制我们的弩机，塔上的弓箭手优先打攻城塔。明白。马师傅，投石车换火药罐，瞄准攻城塔，先把塔打掉。攻城塔移动慢，第一发打左边那个，装火药罐，小罐点火。偏了5步，第二发放。好，打右边那座。攻城拳冲，用盾牌护着腿。云击队全部上，6部架黑石城红石架。1排装箭，2排发射，3排准备，轮换，不要停。投石车换大罐火药弹，瞄准攻城9，趁他们搭桥，炸掉攻城9。投石车，城门前方火药罐覆盖，快！太近了，城门前方30步投石车最小射程，不管放，哪怕炸到城墙也得放。兄弟们，城门要是破了，我们就用这条命堵住城门洞。黑石城没有怕死的人，没有怕死的人。石头，指挥权交给你，弩机继续压制。神爷，你怎么下来了？赵虎，城门破了之后，你们往两边散开，给我让出身位。神爷，就这一把长枪够用。神风，你还有什么招？你的掌心雷呢？李大人，你知道为什么我叫他枪吗？因为它是掌控在手心里的东西。下一枪不会打偏，你是想死还是继续当知府？撤兵！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据御史台奏报，知府李长文涉嫌侵吞饷、私卖军械、陷害忠良等多项重罪，着即革职，由张正言会同刑部审理，孙德胜同案查办。钦此。5年了，李大人，你还记得我吗？赵虎，你还活着？你在害我那天就该想到这一天。记录都在此，字迹印章核对无误。李晨明，你是招还是等罪加一等？我招，军饷、铁料、陷害，全招。今天黑石城商路保住了，这碗酒敬沈老板。黑石城会有正式名分，以后货走西域不走凉州府税，各位是优先伙伴，价格低1成。赵虎拒绝复职，领安保统领衔。我要在新知府来前，把城墙商路所有制度打好。圣旨到，黑石城流放犯沈峰接旨。草民沈峰接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黑石城地处西北边陲，民风淳朴，物产丰荣。流放犯沈峰带领全城百姓修城筑墙、烧砖裂铁、开辟商路，防御外敌，实为有功于社稷。得即改黑石城为黑石边卫镇，设镇抚使一职，由沈峰担任，免赋税10年，自主通商权，允许保留自卫武装。另黑石城原有流放犯户籍全部划免，改为边镇户籍，与凉州民籍同等待遇。钦此。我们
不是流放犯了，我们是人了。圣旨下来了，黑石城从流放犯集中营变成了正规边镇。但你们都知道，名分只是名分，真正的改变靠的不是这张黄绸，是城墙、窑炉、商路和制度。接下来怎么做？第一，把黑石城的工业体系制度化；第二，扩大生产，新建一座高炉、2座砖窑、1座玻璃窑；第三，开通西域直达商路。哈桑回去后，已经向龟兹王禀报了黑石城的玻璃镜和灌钢刀。龟兹王有意与黑石城签订长期贸易协议。龟兹王那可是西域大国，跟龟兹签了协议，凉州府的商税就管不着我们了。对，凉州府管不了我们，但我们可以和凉州府合作。你不是一直拒绝55分吗？新来的知府，不管是谁，只要他不挡我们的路，我们就拉一起做生意，利润55分。3仗之后，李长明倒了，圣旨来了。现在常知道黑石城有火药和军械，但没有追究，因为我们能赚钱。你是说朝廷是因为钱才不追究？对，一个能赚钱的边镇，比一个只会消耗军饷的边镇，朝廷选前者。但如果有一天黑石城不能赚钱了，或者朝廷换了一个不在乎钱的皇帝，这把步枪就是最后的保险。你已经批量制作这个步枪了吗？子弹生产线已经建起来了，日产20发。这种步枪虽然没有我之前那个厉害，但是性价比是最高的，是目前最好的制式武器。你想过没有？你在黑石城建了一个国中国，不是国中中，是一个工业特区，朝廷承认的、合法的、能纳税的工业特区。当黑石城的产值大到影响整个西北的税收数字时，朝廷不但不会动我们，还会保护我们。公子，这衙门们刚吵过架，不急，先去黑石城。公子刚到凉州，茶都没喝一口，就去黑石城。我来凉州之前，在京城看了李崇明的案卷，350人围城打不下来，800人围城被一枪吓退。凉州商税这个季度涨了2成，全是因为黑石城。我不先去黑石城看看，怎么当这个凉州知府？1丈5尺高的城墙，砖缝勾得齐齐等大，这砖是高温烧的青砖，硬度比凉州官窑高1倍。墙上的弩机至少30台，这东西不是摆设，垛口后面的弩弦都是上紧的。这不是流犯的集中营，这是一个工业重镇。在下陆文渊，新任凉州知府。原来是陆大人，微服私访。陆大人跟李崇文不一样，李崇文是来抢你的窑，我是来学你的窑。沈老板，能不能带我看看你的窑炉？请。这高炉一天能出多少铁？一炉大约200斤生铁，2座高炉轮流点火，一天能出400斤。灌钢一炉出50斤，3天一炉。凉州军器监一年的铁产量不到3万斤，你这一个镇，一座高炉一天400斤，一年就是14万斤，抵得上军器监5倍的产量。陆大人好算盘，确实如此。沈老板，李崇文是贪官，他只知道抢你的砖铁，抢你的配方，抢你的利润。我不是，我是读书人。读书人知道一个道理，与其抢一棵树的果子，不如让树长得更大。陆大人的意思是，凉州府和黑石城合作，黑石城提供技术，凉州府提供周边3县的铁矿和煤矿开采权，利润55分。黑石城的自卫武装继续保留，凉州府兵不进黑石城。这条件和李崇明的最后通牒一样，但李崇明给的是陷阱，陆大人给的是真心的。李纯成给的条件是要你把技术交出来之后再教你，我给的条件是把矿给你，让你扩大生产。矿在你手里，你在黑石城，我在凉州城，我们之间隔着150里戈壁滩。我要的是凉州府的商税涨上去，你要的是黑石城安全发展，我们的利益不冲突。成交。先知府不是敌人，但我知道利益一致时是朋友，利益冲突时是什么。
招贤令贴好了，会一门手艺的都能报名，流放也收。包吃住，月俸银1两，核心手艺还能入股分红。入股分红还管吃住，这招贤令可不像玩笑。只要你有一技之长，打铁、木工、泥瓦、烧窑、纺织、食药，全收。来这边登记名字和手艺。今天报名的人超过50了。周铁的冶金课30个学生，马帖子的建筑课25个，叶小爷的纺织课收了18个女工，我的医疗科也收了12个，有几个以前是凉州医馆的学徒。黑石城现在需要更多的工匠，矿山要人、窑炉要人、织机要人、商路护送要人，50个学员远远不够。明天把招集令送到凉州城、甘州城、宿州城，所有西北边镇都要贴到。有一个问题，学员学会了技术，会不会跑去别的地方？有办法，核心学员签客约，学成之后必须在黑石城服务3年，3年之后去留自愿。普通学员不限制，他们学会烧砖炼铁，去别的地方建窑开炉，等于帮黑石城传播了技术标准。以后西北所有边镇都用黑石城的标准，黑石城就成了西北工业的中心。你不怕别人学了技术跟你竞争？不怕，技术是不断进步的。他们学会灌钢的时候，我们已经在研究大马士革钢了。他们学会大马士革钢的时候，我们已经在造新式联发弩了。永远领先一步，就不怕竞争。瓷土5成，石英石5成，加减半成，煅烧温度1150度，看看哪个能烧出半透明瓷板。宋师傅，你在试什么？把瓷器釉面技术和玻璃工艺结合起来，烧出一种既光滑又防水的板子。如果能成功，贴在墙上比水泥墙面更干净，铺在地上比青砖地面更平整。我在景德镇时就想做这个东西，但窑温不够，石英石烧不化。黑石城的窑温能到1300度，完全够用。这就是瓷砖，如果能量产，黑石城又多了一个拳头产品。成了，半透明瓷板比玻璃更有韧性，比瓷器更薄。这东西如果能烧成大尺寸的，贴在窗户上，透光不透风，还比玻璃结实。这就是瓷砖的雏形。先用小尺寸试产巴掌大的瓷砖，用来铺地面、贴墙面，等工艺成熟了，再放大尺寸。给我1个月，1个月之内，我烧出第一批可量产的瓷砖。宋应星是个天才，他一个人在实验室里摸索出来的东西，在另一个世界需要一个研发团队。瓷砖如果能进凉州市场，利润比青砖高10倍。你给他开了多少工钱？核心技术入股，瓷砖的利润他拿2成。2成？你之前从没给过这么高。宋应星不是普通工匠，他是研发型人才，这种人才不是用月休能绑住的。给他股份，他就是黑石城的合伙人。合伙人不会跑，不会偷懒，不会藏私，他会把最好的东西全拿出来。你是说用利益绑定人才？不是利益，是尊重。但在黑石城，工匠是合伙人，宋应星不是给我打工，是给自己打工，这不一样。这镜子竟能将眉目照得如此真切，比之宫中那些昏黄且重影的铜镜，简直是云泥之别。触感如丝，却比江南最顶级的绸缎更耐磨损。那原本荒凉的黑石城，在沈峰手里，竟真成了知乎梦寐以求的聚宝毯，玲珑剔透，全无半分琉璃的晦暗。沈峰，朕倒是越来越想知道，你那脑袋里究竟还装着多少朕不曾见过的手段？不仅能造出这些稀罕物，还能筑起阻挡府兵的高墙，甚至连西域商路都握在手中。朕的大研版图上，何时出了这么一个了不得的地方？百闻不如一见。传旨，
朕要准备离京，朕要微服私访黑石城，去亲眼看一看那个叫沈风的人到底在那片戈壁滩上种出了什么样的奇迹。